好，这一集呢，就是我在广州行的最后一集，等下就要搭车去高铁站，然后要去香港，要飞回台湾了。这边有3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 tips、小 pebble 啦，就是我觉得是我来这边这几天玩下来的一些小的感想，跟可以帮到大家的地方。那第一点呢，就是支付宝的台币提示。你看哦，我们从进到大陆，在香港那边不算，因为香港支付宝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是我载版本是内地版的，所以我在香港那边我还是有备了大概200块港币吧，用不到那么多啦，可是就是备着以备不时之需这样。那我进到珠海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支付宝跟微信支付为天下，那就是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是扫码付款，或者是他们扫我们的码这样子。那支付宝可以涵盖了将近90%、95%的支付方式，可是某些店呢，它外面挂的是只有微信支付，所以可能微信支付的上面的信用卡还是要绑一下。那讲到绑信用卡，就是我们的网络银行不是都会有一个，就是那叫什么消费提示嘛？就是你刷多少钱之后，它会告诉你说，你今天刷了多少钱的。那平常可能这个东西你是关掉的，或者是说平常就是没有在用。那我建议说，来到大陆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启，这个设定把它打开啦。就像我现在我是绑定那个玉山银行的信用卡嘛，那我的支付宝我只要就是输入完我的支付密码，它马上刷卡了之后，我的那个玉山银行的网络 APP， 它就立刻跳出来说，我刚花了多少台币，有点类似就是它直接帮你换算了，因为我们刷的是台湾信用卡嘛，就是说我现在这边刷的人民币可能11.5块啊，或者3.5块这种，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去心算，很麻烦嘛，你就是刷下去之后，它手机上面就跳出来说，你现在花了台币可能60块。50块，就是很直观啊，就是会帮我们这样做切换。那虽然现在台币跟人民币的汇率是很好去计算的，不是乘以4，就是有时候以前是乘以5嘛，然后最近台币的汇率有涨，所以就是乘以4，自己算也是 OK 啦，就是这是一个小方法这样子。那还有的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啊，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用这个程式去付款的，所以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我们这边有一个我的，点进去之后呢，它这边有一个我的账单，有没有？我的账单这边点进去，它会告诉你说，你所有的最近的消费大概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它全部都告诉你。然后这边有一个消费分析啊，你把它点进去，收支消费分析，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月甚至是这个礼拜，或者是今天你的所有支付宝的消费。然后是分类什么的，它全部都会写在这边，非常的详细，你就可以大概去抓一下说，你的预算大概在哪里？可能你在通行费上面你想要花多少钱，就是拿来搭车啊，或者是拿来坐高铁你想要花多少钱，有没有超出你的预算？或者你在吃上面想要花多少？你在买衣服买什么东西想花多少？它全部都会整理的很详细给你这样子。然后回到首页这里啊。手机这边往下这样子拉，就会跳出他们的那个 AI。你在上面，你也可以去询问说，比如说，请问我今天总共花了多少钱啊？总共消费多少钱？或者我这个礼拜目前吃东西吃了多少钱？它其实都会告诉你，很方便吧？就是有跟 AI 做联动这样。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关于搭车这件事情。那搭车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哈。它这个搭车的 app 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车种，什么拼车啊，然后什么的，哇，乱七八糟，密密麻一大堆。可是通常来这边，我们就是选择2个，一个是快车，然后另外一个是专车。那快车跟专车它差别在哪呢？专车就有点类似台湾 Uber 的尊荣，它的价格是专车是尊荣，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快车的2倍。可是还是很便宜啦，来这边给你们看一下，我等一下要去高铁站嘛，那这边你看，快车的价格是大概40块人民币，然后专车是要80，可是你有看到上面的公里数吗？18公里哦，18公里，你就算搭专车，只要
80块左右嘛，80块现在换算台币大概300多块啊，18公里300多块，是不是很便宜？而且这个是专车的价格，这是尊荣的价格。那你假如想要更省一点钱，你去搭快车的话，那就更便宜啊，才40块，40块差不多台币不到200块吧，可以搭18公里。这个距离从台北到林口差不多了，对，就是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建议大家来这边就是一定要去搭这个一定要去载这个 app， 然后去用这个滴滴轿车。当然，你如果想要省钱，其实搭地铁也是可以的啦。只是我觉得既然都出国玩了，我觉得时间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一个重点就是，我建议大家找酒店、找旅馆、找饭店的时候，尽量还是找离地铁站近一点的，不要因为说搭车很方便，然后就全部都找很远。因为呢，像我昨天就发生过，我昨天因为我去佛山嘛，佛山搭地铁要搭大概40几分钟、50分钟，就是稍微远了一点，离这边远了一点。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本想说，不然我来看一下，从佛山搭回来广州大概多少钱？要多久？钱呢？我是已经忘记多少钱了，反正也不贵。可是它上面的需要时间，它写75分钟，就是将近1个多小时。可能再塞你，可能要开到1个半小时。就是回到刚刚讲的，有时候出来玩，时间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金钱。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搭地铁，然后搭到可能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地铁站。那我走回来可能1公里吧，可能走个5分钟10分钟，然后你也可以从那边再搭车，其实这都是 OK 的，对。可是呢，有一点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快车，也就是便宜的那个车种啊，它其实司机很多啦，反正就是每次都有，从来没叫到过。它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对卫生比较严谨的人，就是有洁癖的人，可能你还是要选择专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搭快车啊，我不夸张的说，10台里面大概有7台车是有烟味的，就是说他的司机可能会在车上抽烟，甚至是就之类的啦，反正就是车上的那个空气品质不是特别的好。那你今天假如说你很重视你上车的那个味道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就是都搭专车，反正还是比台湾便宜啦，对吧？因为专车的司机他开过来接你的车，基本上都是大型的房车，都是那种 BMW 5的那种级距哦。对不对？很大的那种大型房车，就是后座都是可以坐得很舒服的。不一定会是 BMW 来载你，我是没有遇到了，基本上都是比亚迪的电动汽车，可是都是大车，然后司机都会是穿西装，有打领带吗？有些会打领带，对，然后上车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什么欢迎搭乘什么什么什么，讲一大堆，然后请系好安全带，然后什么什么讲一大堆，然后车上有水可以拿，然后他也会下车帮你搬行李，总之整体的体验就是一个尊荣级的这样子，对，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就是你们假如说是一群人来一起旅游，可能分2台车，一台车3个人，甚至一台车2个人，基本上搭专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都还是很划算这样子。好，第3点是我们来这边要用台胞证嘛，对不对？护照基本上来这边是没什么用处的。那像到了某些景点，它景点门口是需要买票，需要扫码买票。那扫码买票的时候，它有时候会需要你，就是你要去注册它的怎么讲？他们微信里面有一些什么，就是公众号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你会需要到你的台胞证上面的那个证件号码。不然就是你需要把你的台胞证把它拍下来，然后台胞证就可以不用随身携带。所以我还是建议随身携带比较好啦，就是台胞证拍下来或者随身携带，因为有些景点你在购买你那个门票的时候会需要用到你台胞证的证件号码。然后我觉得这就是3个我觉得这边好像比较值得说的事情。那其他事情我觉得你们就可以自己来玩的时候自己来体验。然后我最近看报纸好像什么最近是不是台胞证办免签，我不知道是假新闻还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回到台湾，我不知道，就是这几天的事情而已。对，好，那就差不多这样了。希望你们喜欢就是类似的影片。那假如这几集影片反应的还不错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就是之后再继续多拍一些来大陆玩啊，比如说去北方、去内地。像我这次有遇到一个那个从哈尔滨来的那个滴滴打车的司机，我就跟他聊得很开心。他跟我说哈尔滨多漂亮啊，然后东西很好吃，然后雪啊什么的，搞得我也很想冬天的时候去东北那边走走，去体验一下那种零下10几度、零下20度的那种感觉。对，好了，那就这样啦，希望你们喜欢哦，谢谢，那就下期再见，拜拜。